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我的频道内容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探寻庄子之北游中的道与人生智慧。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海洋里，庄子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，其中之北游篇更是蕴含着无尽的哲学思考与人生智慧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之北游于悬水之上的奇妙故事，探寻庄子为我们揭示的道之真谛。故事开篇，一个名叫之的人开启了他的求道之旅。他北游至悬水岸边，登上隐愤之丘，邂逅了吴为魏。之满心疑惑，向吴为魏抛出3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：何思何虑则知道，何处何福则安道，何从何道则得道。然而吴为魏却沉默不语，这并非是他故作高深，而是真正的不知如何作答。在道的面前，语言似乎失去了力量，因为道是超越言语和思虑的存在。之未能从无为魏处得到答案，便来到白水之南的湖阙之上，遇见了狂曲。他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，狂曲先是表示知晓答案，可就在要开口的瞬间，却忘了自己想说什么。这看似荒诞的情节，实则寓意深刻。狂曲的状态是一种近乎得道却又有所欠缺的微妙境界，他心中有道的感悟，却难以用言语准确表达。最后之来到皇帝的地宫，皇帝给出了明确的解答：无思无虑使知道，无处无福使安道，无从无道使得道。这一回答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然而之接着问：我与若知之，彼与彼不知也，其孰是邪？皇帝的回答令人深思。他说：彼无为魏真是也，狂曲似之，我与汝终不尽也。在皇帝看来，无为魏才是真正得道之人，因为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真正领悟道的人不会用言语去表述道。庄子通过这个故事传达了道的不可言说性。道就像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描述的那样：道之为物，为恍为惚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杳兮明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道是一种超越我们日常认知和语言表达的存在，它既抽象又具体，既虚无又真实。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郑板桥的难得糊涂。公元1751年，郑板桥在潍县任县令时，有感于人生的碌碌无为和名利的虚无，挥毫写下这4个大字。难得糊涂体现的正是一种对人生的深刻洞察。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过于精明反而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烦恼和纷争。有时糊涂一点，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。吴为魏就是这样的糊涂之人，他虽不言语，却与道融为一体，是真正的得道高人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像故事中的知一样，为了追求某个答案或目标而疲于奔命。我们试图用理性和知识去理解世界，却往往忽略了内心的感受和直觉。很多时候，生活中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，也无法用言语和行动完全表达清楚。比如我们对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感悟，这些情感的美好往往只能用心去体会，难以用言语来描述。就像庄子所崇尚的无为魏和向往，他们不依赖自身的聪明才智去理解道，而是以一种糊涂的方式与大道自然融合，最终领悟了道的真谛。故事之后，庄子还有一段关于道的精彩论述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天地拥有伟大的美，却从不炫耀；四季有明确的规律，却不加以议论；万物有生成的道理，却不进行解说。圣人能够探究天地之美，通达万物之理，所以知人无为，大圣不作。他们都在效法天地的自然之道。大道神明精妙，参与万物的各种变化，万物的生死方圆皆源于此。天地四方虽大，却离不开道；秋毫虽小，也需依赖道才能成其形体。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阴阳四时有序运行，而道则混沌昧暗，若亡而存，虽无形却有神，养育万物而万物不自知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，中国古代哲学重了物而不重论证，是一种诗意哲学。这种特质在庄子的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笔下的道无处不在，却又难以捉摸。道其实就是自然规律，是万物的常态，是事物最本真的样子。然而人们常常容易被一时的成就或精妙的言论所迷惑，从而固步自封，失去了对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原生灵感。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庄子一生都在探索大道，他深知世界的无穷无尽，人无法完全洞察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感叹：无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殆己。在现代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，让我们能够更便捷地
获取知识，甚至探索宇宙的奥秘。但庄子所追求的道，依然在人们心中充满神秘色彩。其实，道就在我们身边，大自然的每一个领域都蕴含这道的真谛。直升机、潜水艇、雷达等发明，蛙泳、螳螂拳等技艺，都是人类向自然学习的成果。我们应该放下身段，向自然万物学习，从他们身上汲取解决世间纷扰的智慧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大自然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美妙绝伦的。通过这个故事和庄子的论述，我们领悟到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不应过于执着于用言语和知识去定义和追求道，而应保持一颗宁静谦逊的心，去感受自然，感受生活，让道自然而然地融入我们的生命。生活中的烦恼或许都能在自然天地间找到答案。当我们学会顺应自然，与道同行，就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平和，走出一条更加长远平稳的人生之路。当我们深入领会庄子这番关于道的哲思，便会发现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，人们总是步履匆匆，被无尽的欲望和目标驱赶着。我们急于寻找成功的捷径，追逐财富、地位与名声，却常常在这忙碌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，离生命的本真越来越远。从职场的角度来看，许多人一心追求晋升，不断地迎合他人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做着违背内心的事。他们将精力都耗费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表面的业绩上，却忽略了提升自身真正的能力与修养。就如同那些为了追求道却过度依赖聪明才智和言语表达的人一样，离真正的道愈发遥远。而真正懂得职场之道的人，会默默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以真诚待人，顺应职场的规律，不过分钻营，看似无为，实则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在人际交往里，也处处彰显着道的智慧。有些人在与人相处时，总是试图用花言巧语来赢得他人的好感，或是刻意表现自己的义气，却往往流于表面。真正的友情和深厚的情感是无需过多言语修饰的。一个真诚的眼神，一次默默的陪伴，远比那些华丽的言辞更能打动人心。这就像无为为，虽不言语，但其内心的纯粹和对道的体悟，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。再看我们的生活方式，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我们享受着便捷，却也让我们越来越远离自然。我们被困在高楼大厦之中，对着电子屏幕了解世界，却忘记了去感受山川的壮丽，四季的更迭。庄子强调，人要向自然靠拢，从自然中汲取智慧。当我们走进山林，聆听鸟儿的歌声，观察树木的生长，便能体会到生命的坚韧与美好，领悟到自然之道的奥秘。这种与自然的连接，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平静下来，找到生活的方向。庄子的道是一种生活的哲学，是一种处世的智慧。它提醒着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要保持一颗清醒而又糊涂的心。清醒是对世间规律和本质的洞察，糊涂则是不过分计较得失，不被世俗的观念所束缚。让我们以庄子的思想为指引，在人生的道路上放慢脚步，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，去探寻那无处不在的道，如此方能拥有一个充实而又自在的人生。请您关注我的其他内容，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